好，今天的影片呢非常令人兴奋啊。首先呢，我们必须先感谢台湾大哥大出借手机，我们接下来开箱就是这款的啦 ，Pixel 5G 这一代的 Pixel 终于加上了超广角的镜头在上面，而且我觉得他们今年的选择走出了一条很独特的道路，它压低了它的售价，从 Pixel 4的24,600元压低到这一代是18,990元，就真正便宜了5-6千块。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这一代硬体上的调整是不是大家可以接受的。今天要开箱的是纯粹黑，那 Pixel 5有出2款颜色，一款是纯粹黑，一款是灰绿色。我们就来开箱今天的手机吧。打开就是这个纯粹黑的这个手机背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大家手机通常都是放背面的。那它这个背板真是蛮特别，我们等一下再来看。那我们先把手机先放旁边，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内容物。这一叠就是一个说明书，然后背面有一个退卡针，然后这里面有的是一个 Type C 对 Type C 的传输线，18瓦的变压器。感觉从今年开始到明年，很多手机可能都不附这个变压头。然后最后这个是一个资料传输的转接头，是 Type A 对到 USB-C 的，它就没有了。所以其实盒装的内容物非常的简单，它就是一个手机的本体，一个18瓦充电器 Type C 的线、转接头、说明书和 SIM 卡的凭证。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手机本体吧。哇，这只手机其实是已经拆封过，不过还是有正膜。那我们还是稍微来撕一下这一片不是处女膜的膜吧。这个荧幕还是非常不错，那整个的感觉很轻啊，这手机真的是超级轻。这手机的尺寸是，我这次尺寸他妈一定要讲对，可恶，我每次尺寸都讲错。手机的尺寸是长是 144.7mm， 宽是 70.4mm， 然后厚度是来到了 8.0mm， 所以其实它是一只尺寸蛮小的手机，整个手感还不错。然后整个的重量上来讲的话，这次重量上的表现非常优异，整只的手机的重量是来到了150克，超级轻啊！这个手机的重量真的是表现很不错。现在每一部旗舰手机动辄都要200克，今年的 Pixel 5的旗舰手机竟然只要150克，超级轻。我们来看一下它上下左右的配置吧。手机的底部的话是一个 Type C 的传输副，底部的右边是一个喇叭，然后左边是一个麦克风。而在右侧部分的话是有一个做不同材质的电源键搭配一个相同材质的音量键，然后顶部的部分的话是只有一个麦克风的孔，左侧的话就是一个 SIM 卡的卡槽。这边走的就是一个单实体 SIM 卡，所以它其实支援的格式应该是单实体 SIM 卡配上一个 eSIM， 然后不支援记忆卡。哇！这也是很赶。好，然后整体来讲的话，这一代是取消了挤压功能，所以 Active Edge 挤压的那个功能已经不见了。然后这代有大家比较常诟病的就是它这个顶部有的是会有做一点公差，像我这台可能就有一点点，就是你看到这个缝这边，所以说你其实这样子是可能会把纸插进去。不过其实我觉得这种做工的话，我个人是觉得有点难免吧，就是不知道从哪一代开始，大家就很喜欢把纸插在手机的缝上，这件事情也是很奇妙。不过整体来讲，我觉得它其实没有到这么影响使用。不过就是跟大家讲说，这一代可能会看到这个问题。然后这就是背面，这个背面超级特别的，它这背面其实是100%的再生铝合金，所以它其实是金属。但是你看这个背面，它摸的这个质感。它这个质感其实是它中间为了做无线充电和电力分享，就它中间这边是有挖空的，那它是额外再涂上一层生物树脂，让它整个感觉是一体成型，也可以做到无线充电的部分，这点其实蛮特别的。所以它这一个背面的材质中间这一块其实是有点不一样，它在敲击的时候你就知道它这里面的料是不太一样，然后它这样就可以支援了无线充电跟电力分享。所谓电力分享就是反向充电有点像金水反向金水的感觉。反向充电，就是它可以把你的电分享给别人，大家应该都很熟了。然后这个背面的话有一个很不错的设计，是我觉得它这个 G 点是有用这种类似金属的材质，跟它这个电源键是有做一个呼应的效果在。整体来讲，我觉得拿在手上你会有那种突然 G 在发光的感觉 ，G 点发光的感觉很不错。然后接着就是它这个背面的质感啊，虽然说它是金属，不过我觉得它其实摸起来会有点偏向塑胶，所以我会觉得它有点像是像塑胶的金属。记得我之前开箱某一款手机的时候，我是说像金属的塑胶，所以这个像金属的塑胶和像塑胶的金属就会一直让我想到大便口味的咖喱和咖喱口味的大便。
不过我觉得它这个整个质感和整个触感是蛮不错的，虽然说它不是让你一拿到就是金属的感觉，不过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耐看的颜色，整个的感觉还蛮好的。好，然后接着就来讲一下它的相机的规格。背面的话，首先主镜头是搭载1220万像素的主镜头 f1.7 的光圈，支援的是光学加电子的防手震，那支援双像素对焦。那另外一颗超广角镜头啊是16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那广度是到达107度超广角，那支援 f2.2 光圈，终于有超广角。然后上方的部分啊是一个闪光灯，旁边会有一个麦克风孔，然后下面这个地方很特别，这个洞其实我真的一开始都超好奇，我就上 Google 网站上去看，在 Google 的官网上是没有写出这个东西是要干嘛用，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来问一下阿哲好了，因为我猜他可能会知道。那果然问他就去 DxO 的网上查到了，这东西是一个 PDAF 的相位对焦模组，所以其实很妙，他竟然没有把它写在他的官网上，它其实是2颗镜头再加一个相位对焦模组，蛮有趣的。好，那接着我们就来开机吧，给大家看一下前置挖孔的感觉。Google， 这是我们今年开箱的第2款 Google 手机啦，哇，真的也是时光飞逝啊，快要11月了。A few inches later， 好，然后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颗前置镜头的感觉，它其实就是在左上角，然后没有到非常的小，但是也没有到让你感觉到不舒服的感觉。那这一颗前置镜头规格的话是800万像素的前镜头，支援是 f2.0 的光圈，有着83度的超广角。然后它这一次很可惜，它把它那个神奇的手势雷达、手类雷达拿掉，所以它现在没有 motion sense， 非常可惜，我没办法在那边玩那些很特别的手势。接着我来讲一下这款手机的规格。这款手机使用的 CPU 是高通的 S765G， 它不是使用到8系列，所以它也因此在它的价格上有所调降。支援的是8GB 的 RAM 加128GB 的 ROM。我猜它的 ROM 给到128GB 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它想要推云端，因为它这只手机会附 Google 相簿无线容量的上传。然后这只手机是5G 的手机，那它在台湾走的是 Sub-6， 不是毫米波。不过现在台湾5G 的建制应该都是以 Sub-6 为主，所以我觉得这点应该还好。然后电池容量的话是来到4080毫安时，这点在150克的情况下，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支援是 PD 18瓦的快充，那有着 IP64 的防水防尘，也支援 NFC， 所以这只手机是可以使用 Google Play。好啦，那我就会使用这款手机，使用一阵子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整个使用的心得。那我们就改天见。2000 years later， 好，然后使用了这款 Pixel 5一阵子之后，我来分享一下我整个的使用心得。那首先第一点就是我觉得它手感真的很好，然后你看非常轻巧，不过它在最上面的地方还是会稍微有点吃力，所以因此我还是希望它可以稍微再小一点点。不过整个来讲的话，我觉得整个的感觉是很不错。然后指纹辨识的部分是在背面的中间，我还是习惯它在这，因为你看这样子握持的情况下，我的手是在这个位置，所以我还是希望它是在左边啦。不过现在大家都坐在中间，所以中间问题就是你这样子的时候，你要先调到这样中间，你要这样按住之后，然后再切换成你喜欢拿的握持的方式。然后这一款有个很特别，就是它虽然说有前置镜头，不过它不支援2D 的脸部解锁，这点的话，我觉得有点小可惜啊。因为2D 的脸部解锁，虽然说现在大家都戴口罩，但有时候你在家里才是很方便。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动态桌布的部分，各位有看到上面有一艘小小的船正在划吗？非常的有趣啊！之前我是没有玩过动态桌布的人，那我这是我第一次玩，就好好玩哦。这个船会这样在你的桌布上这样滑来滑去，其实有时候你光是解锁手机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很舒压，非常的爽。然后接着就是我用一阵子，我比较不习惯的点就是它这个时间啊和这个天气，这个是没办法移除的。然后下面这个搜寻列也是没办法移除的。但是听说这个搜寻列久了之后你就会习惯，但我个人是有点讨厌，不是这么喜欢。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多工的部分，这个多工的话，你没办法一次移除所有的东西，你只能一个一个移除，我觉得有点可惜。然后不过它的 UI 有个地方我很喜欢，就是它这个弹出的感觉和缩回去的感觉，你有看到吗？就它这个弹出的感觉，它不是一般的缩回去，它是有点照那个轮廓在缩，你就会觉得那个弹放感觉，我觉得比其他家厂商的 UI 好上蛮多的，就是有一种很滑顺的感觉。然后再加上这个萤幕是90赫兹的。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这款萤幕吧。然后这款萤幕的话，支援的是6寸的 Full HD OLED
OLED 的萤幕，还有着432的 PPI， 那支援90赫兹的流畅显示，那也支援 HDR 的显示。它使用了康宁的第6代大猩猩玻璃。那你看到说它这个萤幕是走的是平面的萤幕，它有着4边等宽的边框，所以说你在观看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舒服，不会有下巴过厚的感觉。那整体的萤幕表现我觉得非常不错。那90赫兹的萤幕我在使用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好的，不会觉得有像60赫兹那种，因为我平常使用的是120赫兹，那跳到90赫兹的话，我觉得还可以接受。那整个流畅度我也不会觉得有很大的落差，所以我觉得其实90赫兹是一个很棒的甜蜜。亮度的部分的话，我会希望它这款亮度可以再更亮点，因为我平常使用的时候，大家都会开到70到80%左右，所以说这点可能是跟我个人已经习惯比较亮的萤幕会比较有关系。所以我希望它下一代的时候可以让它这个萤幕的亮度峰值可以再更好一些。好，然后接着就是它有一个硬伤，就是它的喇叭部分。这款虽然说是支援双扬声器、双喇叭，但是我觉得它底部这个喇叭的发声比例有点过重。然后它的顶部的话，你可以仔细看，其实是看不到任何的接缝的，它其实是没有一个开孔在上面，所以它其实使用的是有点类似萤幕下发声的技术。那这边的话，我会觉得它的感觉就是它底部的 bass 过重。那如果你这个遮住的话，上面的表现会比较不足，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它的音质是还可以再更加的进步。那这边的话，我实际播放一段喇叭的比较，那你可以听听看这差异是如何。接着就是我们拍照的比较，在进入拍摄比较之前，我要先提一下它摄影的 UI， 我觉得有东西超棒。所以你这样拿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会有这个，有没有看到？它有这个水平，它会告诉你怎样是水平，然后怎样是倾斜。所以这个的功能其实我个人来讲是非常喜欢的，我整个会觉得它整个会帮我达到我喜欢水平照片的目的。它除了这个水平以外，它在于你拍摄一些平面的时候，它会让你知道怎么样的是完全的垂直。那这样子的话，你才可以拍到说真的完全垂直的照片，比较不会说拍到这种斜斜的照片，它就是可能可以是完全垂直。所以这个水平音和水平音的准星是我这次看到他们 UI 中特别喜欢的2个地方。好，那接着就是进入我们的拍照模式啦。那这一次终于加了超广角镜头进来了，终于有了广角模式。那整个在拍照上的弹性就非常好，像你看这张手扶梯上的照片，你就会发现说它其实整个照片在照片上的张力增加了很多。那这个超广角其实也可以使用在它的夜景模式，像这一张就是有开启夜景的状况。那星光三月最近很危险，大家如果没事的话不要经过，因为在周年庆非常恐怖。然后夜景模式的话，通常都会把整个照片的亮度拉得更亮，但是你看这一张，它其实还是有保有夜晚的味道。我特别喜欢这一张，这一张的拍摄的感觉就是那天是有点下雨的状况，然后它整个的灯光配上它的树叶，还有左边的贝拉维塔的感觉非常好，是一个我觉得我拍起来蛮喜欢的一张照片。然后接下来这一张是一个超广角去拍摄，然后也是夜景模式。那这个其实是在2栋建筑物之间，其实它是在一个蛮暗的地方拍摄。那你可以发现说，它其实整个亮度也是有帮你拉上来，然后整个超广角的张力也是有展现出来。所以说它其实在光源很少的情况下，它整个的成像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然后接着这一张也是我蛮喜欢的这一张，这张也是在下雨天拍摄，因为这一整个礼拜他妈都在下雨，我都要发霉了。那这张的话就是整个雨天地板湿湿的感觉，再配上这鲜艳的雨衣，哇塞！后面再有这个夜景，我觉得整个感觉是一种很都市的感觉，我蛮喜欢这一张。那不过超广角的部分也是有的地方，我希望它可以再改进。像这一张的话是还没有开启超广角的一般的主镜头的表现。那如果开启超广角的话，镜头表现会像这样。我觉得它整个2者在差异性来讲的话，我希望它整个差异性可以再做到更大一点，因为我会希望它的广角的角度可以再更广一点。好，然后接着就是这一代很强的这模式，肖像模式。那这边虽然说我不太方便直接展示我的人像拍摄，不过肖像模式真的超猛，而且谁说肖像只能拿来拍脸，你拿来拍实物也是超猛。那首先这边是我某一天晚餐吃的寿司盒，那可以看到这一张是用一般模式下拍摄，那接下来这一张的话就是使用肖像模式下拍摄的。你会发现其实在它背景的模糊的程度上是非常好，而且这还不是最夸张的地方，最夸张的地方是你可以在这张照片上进行非常多的后
后置。像这张照片的话，你只要打开它的原厂附的软体，你就可以开始进行非常多的后置。看像这个模糊的程度，你甚至可以把它调到完全不模糊。这边有没有看到这个感觉是这样？景深的部分也可以调整。那如果你想要做一些比较戏剧的表现，像背景的颜色抽离，就只让寿司有颜色，或者是整个亮度啊、对比、锐利度都可以调整。所以我觉得它的调整的后置的程度是可以做到非常好的。然后你接着再看这张黄金虾软泡菜，它的拍摄感觉也很好。那这张我也是使用肖像模式拍，所以说其实肖像模式在对于实物上做一些景深上的调整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然后接着我想讲一个他们的新功能，然后也是这次我最喜欢的功能，就是肖像打光。那这个真的很猛，这个就是 Google 靠了它非常强大的 AI 硬是用软体干出来的功能，非常的夸张。因为它是用软体做出来，所以即使是你很久以前800年前的照片，它也可以一样使用这个功能去帮你做肖像打光的部分。那这边我找了一张 Uncle Roger 的照片，那你进入调整之后呢，你这边看到它就会辨识出这是一张人脸，那它在这边就会有一个肖像打光的选择。看它这个光会随着你的方向改变，然后 Uncle Roger 的脸就会有不一样的呈现。你看，甚至连它鸡突的部分，我看到它鸡突的那个阴影，你都可以把它打得更加明显，非常的夸张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啊！这 Uncle Roger 看到都觉得非常的棒。那我希望这个功能之后，它除了在人像打光以外，我希望它可以实现在物品上的打光，因为这样你在拍更多产品照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光线补足，也不用说真的每一次打光都要打到最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很不错。然后整体来讲的话，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它的拍照表现都还蛮好。那硬要挑缺点的话，我可能是觉得它夜拍模式的噪点，我希望可以再更低一点，以及它的超广角广度可以再更大一点。不过这两个部分，我觉得可能是跟它硬体上的更新比较有关系，所以我还蛮期待下一代硬体上跟上之后，再搭配这么强的软体之后，一飞冲天啊！然后再来是它的录影，最多支援到的是 4K 60fps， 那这次有4个稳定的模式，我觉得蛮有趣的，跟大家提一下。它分别是标准、锁定、动态和电影运镜。那标准和动态基本上标准就是一般的防抖，那动态的话就是强化防抖，更厉害的防抖。那锁定这个就超有趣的，那这边可以看一下这段影片，它就会整个把画面锁定在你拍摄的位置，让你就像上脚架一般的固定在那边，我觉得非常的神奇啊。不过它就是基本上会把画面做一部分的裁切，但是我觉得效果非常好。那电影运镜的话，基本上就是以放慢动作的方式去拍摄某一段影片，那我觉得成效和流畅感也都不错，所以说这两个地方是蛮好。接着电力的测试的部分呢，我测试了播放 YouTube 1小时的耗电量，那我亮度调整在 75%， 那声音是调整在 50%。整体来讲的话，1小时的 YouTube 大概只有耗电 8% 而已，那我觉得这个表现是还蛮不错的。充电时设的话，我在充30分钟左右的时候是可以从0充到将近50，那在90分钟的时候会从0充到100，所以整体来讲充电的速度也算是还可以接受。那这边有个很有趣的应用，就是它这有个叫电力分享功能，也就是大家很熟悉反向充电。那这边的话就可以到这边有个电力分享，把它打开了之后，它在后面这个线圈的地方就会有点类似无线充电板的状况，那你可以放上可能是耳机啊，或者是手表。那这边的话，因为我没有 Google Box， 但是 Google 没有出手表嘛，所以我这边放上一个我常用的手表，像这样它就可以充电。那我觉得它这电力分享，在我个人的使用多年的经验之下，我觉得充手表是外出旅游最好的选择，因为就是手机插着旅馆的充电器，然后接着再用这样去充手表，那基本上就不用再额外带一个充电板，我觉得是一个很方便的选择。好啦，那基本上这就是这一部 Google Pixel 5的开箱啦。哇，今年又开了一支 Google 的手机，真的是蛮有趣的。那这支手机的话，整个售价是18990元，它基本上采取了比较中高阶的 CPU， 但是它也给你相对应的价格上的折扣。那不过我觉得它整个在重量上的表现和尺寸上的表现以及电力上的表现，4080毫安时，这真的是蛮不错。然后在拍照部分的话，虽然说它这次拿掉了 Pixel Neo Core， 就是他们的那个专门运算照片的计算单位，可能让你在拍照的时候需要等，但是基本上我觉得还算可以接受。它在软体上后置的选项又更加的丰富了，所以我觉得很不错。那这支手机跟之前 Google 手机都一样，都支援了至少3年的软体更新。好啦，那这就是这部 Pixel 5的开箱啦。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点一个喜欢，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那我的频道也开启了会员机制，如果你心有余力的话，想要更支持这个频道的成长的话，你也可以去加入我们的会员，会有专属的贴图和随着时间会改变的会员徽章等着你玩。好啦，那就是这部 Pixel 5的开箱啦。那我们就悄悄拜拜啦。